哪吒 GT 这款车呢，其实在它上市之前我已经体验过了。为什么今天又来开它呢？因为它进行了 OTA 的升级，厂家呢也是组织一小活动。这次 OTA 的重点呢就是升级了或者开通了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。当然了，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并不是特别高阶的哈，还是以 ACC 和车道保持为主的，以及他们的一些延伸的功能。然后今天呢，在说辅助驾驶之前呢，我还是再想说两句这款车。这个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啊！今天再次开上它，我觉得它的底盘很好。作为一个不到20万就能买的一个电动的跑车，它的底盘就是悬挂的行程很短，然后底盘非常扎实，是那种感觉。而且在这种路面上，它能够抹平路面上的这种小的震动，你几乎没有这种小的颤动，反倒是你像大家打车，如果打到卡罗拉呀或者凯美瑞那些车，在日常路面上，它其实一直在震颤的。跟这款车没有，就是整个是很沉稳、很扎实的感觉。我甚至这次开这台车之后，比我上一次体验的时候感觉更好。这就是我特别想再分享一次的。而且你像过这种减速带啊，过一些小坑洼，还是非常干脆的。它确实就是进行了一些运动化的调教，它并不是一个徒有其表设计了一个不错的外形，并不是啊，也不是在一个轿车的底盘底子上，然后去套了一个轿跑的外形，而是它真真正正的针对它是一台跑车进行了底盘的调教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试驾一下，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。你看过这种接缝，它就是很干脆，而且阻尼感很强的那种，真的是很运动化的一个调教。而日常行驶的时候呢，它又不会很弹跳啊，不是说硬的坚若磐石那种啊，你实时的在跳动。你即使作为一台日常驾驶的车型，它也很舒适，隔音也还不错。包括前段时间试驾那个哪吒 S， 这两款车的底盘应该是一样的吧，也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啊，就是特别有真正的轿跑风格的那种驾驶感觉，不是说一个软塌塌的那种轿车。所以这种哪吒 GT 就不用说了，就即使是那台哪吒 S， 也是跟市面上在售的所谓的这种中型轿车吧，还是感觉还是有所区别的。而且它的油门刹车也调的很线性，然后转向也是比较凌厉，比一般的轿车还是凌厉一些的。因为毕竟还是轿跑嘛，对吧？你可能会说了，那电动车它没有变速箱，它哪有这个加速不线性的？还真不是，有的车它加速的时候一股子一股子的，尤其是在油门初段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温润。那这台车呢，在舒适模式下，你轻踩油门的话，它是很润的，逐渐释放那种感觉啊，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加速。包括刹车也是，刹车也是可以非常的线性啊，前段能量回收的那一段也调的不突兀啊，这也不是说所有的车型能做好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真的是感觉我比初次试驾这台车的时候感觉更好。我去拿这台车的时候，其实是开着大众 ID.4 去的，大家都说那台车底盘上不错，还行，但是那台车明显没有这台车就感觉重心低，而且那台车的刹车不好，那台车刹车脚感不好啊，不是说它制动成绩。这个车就比那个开着其实更顺畅一些。当然我说的这可能废话啊，两款车它没有什么可比性，我就是想到了就聊一聊。下面我们就看看它的辅助驾驶能力，还有一些小功能吧。其实在这种道路标线相对规范的路况下是特别适合使用辅助驾驶的，也就 Pilot 功能。像大多数车型一样呢，它是往下单击换挡拨杆是开启 ACC 触动巡航，双击呢是开启 Pilot 功能。目前这 Pilot 呢还不支持城市的 NOA 啊，它只支持这种高速的行驶，所以说它不支持就是按导航辅助驾驶到目的地，但是它可以支持自动变道的。你看我现在打左转向灯啊，它判断车辆有变道条件，哎，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变道。然后我们可以再变一个，我只需要轻拨转向拨杆，哎，它判断到有这个变道条件了，然后哎，转向灯可以给我自动的归位。因为目前按导航辅助驾驶还没有开放嘛，所以它还不支持完全的自动变道，就是前面有慢车了，我自动打转灯变道超车过去，目前没有。然后在这种车流量相对少或者相对适中，道路的划线又非常规范的路况下，使用 L2 级辅助驾驶Pilot功能还是非常轻松的。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跟车体验哈，其实我刚才已经体验过了，还是非常自然的。那么现在跟着前车，哎，前车有个减速的动作，这台车刹的非常的自然。你看前面是一个红灯了，这个车肯定会慢慢的减速，慢慢的减速，我们来跟着它。好，一直保持着这个间距，减速非常的老司机。
因为我调的间距是比较近嘛，它虽然刹车点稍微晚一点，但是刹车的整个过程是非常平滑的。然后这个平滑程度好过一些大家认为的所谓的大厂的产品，比如说前2天我拿的某龙的 Max， 它在这种情况下，只要每次刹车的时候，我身体是必须前倾的，它总有那种就是突然刹一下的那种感觉。那这台车它整个是慢慢的、缓缓的这么踩下去的。看这个弯道，是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弧线，但弯特别大，它还是能够非常精准的去通过这个弯道的。那这台车呢，智驾方案是有地平线的双勾3方案，或者是德州仪器的双 TDA4 方案。就不管是哪套方案呢，我们最终看的其实是结果，哪套方案并不重要。我现在要起步了啊，车辆起步，走，这辆车起步也还是很灵敏的。说实话呢，这套芯片的算力不高，其实芯片算力都有数据的，大家去查就好了。但是在车上最重要的还是看结果嘛。其实刚才普通的这种以 LKA 就是车道保持和主动巡航为主的这个路况下，它的表现还是比较自然的。当然了，因为芯片算力的限定呢，它也不会去有这个城市的 NOA 啊这些功能，以后也应该不会有。其实像哪吒这种 Pilot 功能在其他车上也挺常见，对吧？也不新鲜了，尤其是像燃油车上现在也基本上都有。只是它有一个 OTA 升级呢，我们进行一个体验，然后体验结果呢，在它的这个 Pilot 基础之上还不错，还比较自然，能够给一些小长途旅行啊、高速驾驶啊，能够带来一些缓解吧，疲劳的缓解。最后肯定还是要回归到这台车的价格嘛。你可能觉得芯片算力也不够高，但是毕竟价格成本在这儿呢。作为一个 GT 跑车，它的售价不到20万，而且它驾驶质感很不错。当然，跑车嘛，它毕竟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啊。但是你如果说就车论车的话，这台车是挺好的。